大家好，我是 Shirley。今天呀，咱们来扒一扒比特币那些小秘密。虽然比特币这个词咱们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但讲真，大多数人也就知道它是个虚拟的小宝贝。至于它背后的那些弯弯绕绕呀，那是一脸懵逼。就连不少已经上车加密货币的朋友们也都是半懂不懂的。不过呢，随着比特币越来越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持有，你要是能掌握点基本知识，那未来绝对能占点先机。哪怕你只是想当个普通的吃瓜群众，咱们这期视频呀，就是要给大家补上这块短板，比特币的基础知识，像什么公链、私钥、钱包、区块链、挖矿，咱们今天一次性给它说清楚。比特币呀，它是一位由神秘大佬中本聪在2008年提出的创新性数字货币。至于这位大佬的真实身份，至今都还是未解之谜。咱们平时用的那些资产转移方式，比如银行呀、PayPal 呀，都得靠个中间人来帮忙。但比特币呢，它不走寻常路，采用的是去中心化的设计，不需要第三方中介就能实现点对点 P2P 的交易，直接绕过了那些传统金融体系的那些中间环节。目的嘛，就是为了简化国际转账的过程，降低手续费，提高速度，还能减少政府的监管。哎，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太复杂了？别着急，听我慢慢跟你说道说道。比特币之父中本聪，这家伙的身份至今是个谜。咱们平时用的那些资产转移方式，都得靠中间人来帮忙，比如银行呀、PayPal 呀，他们能帮你记录交易，确保你账户的钱不会多转出去一分。但比特币呢，它就是不走寻常路，就是要绕过这些中间人，自己搞定一切。你可能会问，为啥我们需要这个底层软件来转账呢？其实呀，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法享受到咱们那些习以为常的金融工具和国际银行系统。国际汇款那个麻烦劲儿，谁转谁知道，手续费繁琐，速度慢，费用高，还得过一堆政府监管的关卡。但比特币的初衷呀，就是让你转账变得简单快捷，无论你在哪，只要有网，就能随时随地的转钱给别人，不需要依赖任何第三方或政府机构。那么比特币是怎么做到不依赖第三方呢？这可是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公开化且高度安全的系统。比特币的记账系统呀，它摒弃了传统货币系统中由中央政府机构管控且发售的模式，而是采用了去中心化的设计。在比特币的系统内啊，交易记录都被存储在一个公共的分布式账本中，这个账本被称作区块链。区块链是由多个节点构成，每个节块都存放着完整的账本副本，而且都可以对账本进行调整和更新。因此呀，任何人都可以添加比特币网络并成为节点，加入到记账和交易的过程中。这种去中心化的设计，使得比特币系统具有更高的抗攻击性和稳定性。那比特币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靠的就是它那套独特的记账系统。比特币网络里呀，每台运行比特币软件的电脑，咱们叫它节点，都有一个实时更新的记账本，记录着所有的交易。这些交易记录是怎么更新的呢？靠着就是比特币网络持有的共识机制，节点们审核交易的真实性后，再广播给其他的节点，最后大家达成一致，保证记账本的一致性。比特币的记账系统呀，它可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和验证交易记录，每一笔交易都能被广播到整个网络中的节点，并包含在一个区块中。每个区块都蕴含着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多个区块链构成的链。这种公开化的设计增强了比特币系统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验证交易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每隔大概10分钟啊，比特币网络就会把这些交易打包成一个区块，就像咱们把一堆文件整理成一个文件夹一样，然后每个新区块就会链接到上一个区块，这样就形成了区块链。就像咱们把一个个文件夹串起来，形成了一个长长的文件链。每个区块生成时呀，就会有个哈希值，这个值就像区块的身份证号码一样，跟上一个区块的值是相关联的。就像咱们的身份证号码呀是唯一的，而且跟咱们的父母身份证号码是有关联的一样。想改其中一个区块的交易记录呀，那后面所有的区块都得重新算一遍，这难度呀简直了。比特币的记账系统中啊，还具有极高的安全性。由于每个区块的哈希值都取决于前一个区块，因此当有人想要篡改一个区块里的交易记录时，他不但要篡改该区块的哈希值，还要篡改该区块以后的全部哈希值，否则呀，整个区块链就会出现不一致的状况。
这种设计使得比特币系统成为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记账系统，因为任何想要篡改交易记录的人都需要拥有全网51%以上的算力，这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咱们老听见大家说挖矿又是什么意思呢？比特币挖矿，想象一下啊，你正坐在家里对着一块电脑屏幕，就像那些寻宝探险家一样，只不过他们挖的是黄金，而你挖的是数字世界里的黄金。比特币，这比特币挖矿呀，其实就像是全网的大竞赛。想象一下，全球有成千上万的电脑节点，他们都在不停地转动脑筋，做着一道超级复杂的数学题。这道题的难度呀，可不是咱们平时学的加减乘除，而是那些需要用到超级强大的计算能力去破解。这些节点就像是一群不知疲倦的数学家，夜以继日地计算着，试图找到一个能让比特币网络满意的生命数字。一旦某个节点找到了这个数字，嘿，那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它会得到比特币作为奖励，这可是实打实的数字财富哦。不过呀，这奖励可不是一直都那么丰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奖励会越来越少，就像是一瓶珍贵的果酱，越吃越少，直到2140年，比特币的总产量就会达到2100万个，到时候再挖矿，收益就主要靠交易手续费了。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这比特币和传统的钱有什么不一样呢？咱们平时存钱、转账都得靠银行、PayPal 这些中间商来帮忙，但比特币呢，它就像是一个神奇的传送门，能让你直接把钱从一个口袋传到另外一个口袋里，钱不需任何人插手。这就像你坐在家里就能和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不需要出门，也不需要担心被人收手续费或者偷看密码。那么这比特币到底是怎么用的呢？其实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不需要成为那些复杂的节点，只需要家里有互联网，你就能玩转比特币。想象一下，你下载了一个比特币钱包软件，它就像是你的个人银行。不过呢，这个银行不需要存实体钱，只存数字钱。当你打开这个钱包，软件会自动帮你生成一个私钥。这个私钥呀，就像是你的秘密密码，只有你知道。然后私钥就会生成一个公钥，公钥就像是你的公开名片，别人可以用它给你转账。而公钥呢，又会生成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你的比特币收件箱，别人可以把比特币传到这个地址里。每当你收到或者转出比特币，这笔交易就会被记录在一个叫做区块链的账本上。这个账本呀是全网公开的，但是呢，只有持有私钥的人才能转移地址里的比特币。所以啊，这个私钥你可得好好保管，千万别丢了哟，不然你的比特币就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这就像是你把家里的钥匙弄丢了，这可就麻烦大了。好了，今天就说那么多，你是不是对比特币有了更深的了解呢？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欢迎关注 Shelly Talk，Shall We Talk？